母亲节呀，快到了，我的婆婆温迪居然收到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儿子送来的礼物。咋回事呢？几个月前，我婆婆大闹加拿大海洋馆，把警察都招来了。是这样的，我婆婆的工作吧，是照顾一些就是大脑生长发育有点迟缓、有障碍的病人。这工作我跟你说，其实是高危工种，那整不好让人吐一口、咬一下子、打一电炮，这事儿都发生过。温迪呢，本来也可以摸鱼，就大家都活着就好，但是她偏不，天天申请拨款，要带着这帮孩子就是要探索世界。有一天就带着其中这俩小孩去了海洋馆，这海洋馆呢就有一个水边可以跟小海豹互动的地方，然后旁边啊就有对小夫妻来了就开始拍照，就自拍跟那海豹。他家的小孩就搁旁边那隔水的小矮墙上坐着，让这些夫妻给忘了。那海豹呢就从后边过来，就也挺顽皮，咔嚓就把孩子帽子给薅下去了，孩子也栽水里头去了。幸亏温迪啊手疾眼快，咔给孩子薅回来。孩子薅回来，小两口都没发现到底咋的了，给温迪气的坚决拒绝把孩子归还，就严重怀疑他俩是就拐来的孩子。最后保安经核实说，这就是亲爹妈。此案这父母啊不涉及绑架，只是单纯的心大，单纯的心大。温迪女士，请你放手吧，毕竟人家海豹都放，海豹都放。这事儿就暂时结束了。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，那俩小两口居然带着孩子找到了温迪家。小两口说，回家想想这事儿挺后怕的，想真心感谢你。这样温迪，你现在就说你喜欢啥，我们应该怎么谢谢你，因为毕竟生命是最昂贵的。温迪寻思说，就真的想让我说我急需的呗。小两口说，那真的呀。温迪说，我十分想再去中国，来回机票6000刀。小两口寻思说，要不然咱把孩子给海豹送回去吧，生命也没有那么昂贵，也没有那么昂贵。后来呢，温迪还是收到了他们一家人寄来的礼物，这礼物送的绝了。温迪拆的时候看那个形状还有点失望，因为看形状是一本书。他说，我现在看书又不挣钱，没文化也不是1天2天的，你给我书干啥？结果一打开是一本 coupon book， 就是一本优惠券宝典。哎，一打开没有知识，每一页都是优惠券，从超市买菜到景区门票，从加油停车到花椒大料，什么买3赠2，满20减3块，琳琅满目。翻开了这本书的温迪，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开卷必有益，书中有黄金，读书是可以赚钱的。翻完只有80页，让温迪更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书到用时方恨少。那说到这儿，你说温迪为什么对别人咋做父母这个事儿有点强迫症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当年他当单身妈妈的时候，身边没有一个靠谱的人能帮他一把，都不靠谱。一会儿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，大胖媳妇能活到今天就是人间奇迹。那你说这个温迪收到优惠券宝典这个事儿，其实还挺温馨的。母亲节，一个母亲收到了一个素未相识的孩子的礼物，就是因为他原始的母性，他的善良。我其实呢也给我的婆婆温迪还有我妈都准备了礼物，这个兰蔻面霜，春天来了需要滋润，它滋润又不油腻，好吸收。同时我也收到了我的兰蔻礼盒，你看这眼霜、面霜还有精华水都有。虽然这是我反复暗示大胖媳妇她才领悟到的，但是看在她活下来的费劲的份上，就这么地吧。谢谢。回到故事中，那么为什么说大胖媳妇能活下来都是人间奇迹呢？温迪当年单身妈妈的时候，带着大胖媳妇，同时她得打工，打工时候呢就得把儿子放在他妈那，让他妈帮看一下。温迪的妈妈呢贼不靠谱。有一次温迪打完工下班来他妈家接孩子，发现家里没人，出去一找发现大胖媳妇在门口一个巨大的卡车底下玩呢，那卡车只要一开动足。还有一次又下班来他妈家接孩子，又没人，发生啥了呢？原来呀，温迪的妹妹和她的对象干起来了。温迪妹妹这个对象呢又是一个情绪极其暴躁的黑社会。温迪他妈呢带着3岁的大胖媳妇就去他家拉架去，温迪赶紧开车过去，一到那儿那个场景啊，他妹妹和他那个黑社会的对象都喝多了，满地都是破酒瓶子、烟头子。他妹妹手里一把刀，他妹夫手里一个大猎枪，一个大枪直接怼脑门子上，俩人搁这对峙呢。然后温迪的妈妈呢就坐在沙发上抽根小烟。哎呀，你们这群疯狂的人，让我拿你们怎么办？大胖媳妇3岁半站在他小姨旁边，对面半米就是他拿着大猎枪神志不清的小姨夫。大胖媳妇手里还捡了一个地上的烟头，啥也不懂，哈喇啷叽搁那 Uncle Michael， 你不崩我呀，你不崩我呀。就这种事儿啊，我听温迪讲老多了，所以你们今天看到的大胖媳妇有时候不太灵光，你们也就理解了。然后你们有时候看到温迪就是母性泛滥，啥事都管，强迫症也就理解了。总之吧，当妈不易，提前祝天下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。哎，我远在加拿大的小姑子好可怜，她在加拿大等着做缩胸手术3年了，还没排上呢。原因是还是不够大，有比她更大的还没做呢。我这小姑子就是上次在我女儿的儿童泳池里不慎溺水那个，她是个E杯，照理说不该溺水，因为这E杯完全能顶救生圈。不夸张的说，她的胸和我脑袋差不多大。她家就是有这个璀璨的传统。我大胖媳妇呢也是很婀娜的，4尺8的水蛇腰上正经也顶着个 C 杯呢。但是呢，这个部位的脂肪确实给我小姑子造成了很大的负担。我还不理解，我说多好啊，你是童颜巨胸，我是巨颜童胸，70年生人的脸顶着个00后的胸。但是他很真诚的说，他说他这个胸啊就太沉了，对他的胸椎脊椎都造成了挤压，就非常痛苦，他必须得去做这个缩胸手术。结果等到今年又没排上，人医生说你前边还有若干个G杯女士在等待手术，他们的情况更迫在眉睫。你说你一个E杯，你的痛苦跟人家 GHIJ 杯比，是不是杯水车薪？
我小姑一听也没话了，只能回家等着去。你说谁遇着大忌不得让人走？回来跟我一顿抱怨，最后由衷的跟我说，我真羡慕你们这些没胸的，没胸就不会下垂，没胸就不会下垂。我说你荒诞至极。我虽然没胸是不假，但是我依然下垂。作为一个 UP 主，我身上很多的部位都很大，谁说胸小就不下垂了？当妈的可能能懂，就我以前就心胸是挺空虚的一个人，怀孕的时候呢就胀得非常充实，也有过就 C 杯的巅峰，然后呢生完孩子喂奶的时候就是吃显大吃完小，吃显大吃完小，那一天到晚命运几次的轮回，所以你就看过那个新气球吹了瘪吹了瘪吹了瘪，吹瘪几次以后就跟我的胸一样，就是有点像什么呢？就像泡了汤的馄饨皮儿，泡了汤的馄饨皮儿。所以作为30岁的女人，我选内衣的时候，核心不只是耳力，还有知天命。我需要把我的馄饨皮儿聚拢起来，但是又不能把那馄饨馅挤稀碎，太累不行。我天天和这个200多斤没大心的大胖媳妇过下去，就已经是被伦理道德束缚的结果了。我不能再被别的东西束缚了。我真心向你们推荐内外这个内衣，兼顾塑形和舒适的内衣。我一直用内外，这回买了俩颜色。他家新出的这款微笑软支撑内衣，这内衣外面覆盖了3D 一体成型的弧形硅胶，还内置了硅胶条，内外2股力可以一起支撑。而且它这硅胶条是顺着我们身体的线条设置的，扒的就特别缓，不会一动就乱跑。而且还是水滴型的杯垫，很贴合，不会空杯。它真的是我穿过的能让胸型看着最好看、体感又最舒服的内衣。分大小杯穿的，丰盈款和3、4杯款。3、4杯款这个特别轻薄透气，太舒服了。你们穿过就知道了，内外是真好穿。可惜了这一款没有我小姑子那个码，但是我可以找2件内外的大胸款的给她送过去。你谁知道她前面还有多少个大忌呀，对不？所以在排队等待手术期间，有内外这种好内衣，让她胸前的日子横竖好过一点。我的婆婆温迪节目可真多，刚来中国几天开始挑事儿了，开始告状了，强烈表达了她对我们家庭以及中国中老年人的不解。我昨晚回家，我说我爸呢？温迪说我要跟你好好聊一个事儿，你坐下，我怕你承受不了。我寻思我爸咋的了呢？我坐下，他跟我说 Your father 可能是一个隐藏的酗酒者，就刚才拎着5个酒瓶子走了，而且不是一次了，每天晚上就7点45左右拎着一塑料袋酒瓶子就下楼了，15分钟之内还回来，像没事似的，袋就空了，至少5、6瓶酒啊就没了，这瘾挺大呀。我很担心我的哥哥。我说我爸平时没有独酌的毛病啊，是不是让你给整抑郁了？然后我爸回来了，我就问我说你拎酒瓶干啥去了？我爸说我换钱去了，楼下有个店，酒瓶能换钱。温迪听着了，哪个店呢？我爸说这点小钱你就别跟我争了呗，咱是一家人，我赚了就等于你赚了。温迪说哥哥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提感情可就伤钱了啊，伤钱了啊！还有个事儿不理解，我爸喜欢烫脚，前2天端着一盆热水到屋就要烫。你们也知道，中国老头那烫脚水那都直冒烟，我爸呢就很习惯性的把脚往水里沾一下子，呀呀，再拿出来，让温迪看着了，从远处飞奔过来，哥哥我救你，然后啪把手里一杯冰水倒我爸洗脚盆里了。我爸说你干啥呀？温迪说要不是我你就烫脚了。我爸说对呀，要不是你我就烫脚了，歇歇吧你。温迪说不用谢，不用谢。之后每天我爸还是这样，温迪就问大胖媳妇，你的中国岳父是不是信了什么邪教搞巫蛊？你说天天按时按点整个盆往里撒小红粒儿，整的那样烟雾缭绕的，跟歌剧魅影似的，烫的鼻子不是鼻子，嘴不是嘴，但坚决不让我往里兑凉水。喝汤也是，哎，那个汤吧好不容易凉了，他拿厨房就热的吧，自己喝不进去嘴，端着就是然后再给吹凉，整的汤都懵了。我本来都凉了，你又给我热了，热完再给我吹凉，挺白热化的这个场面。挑战完我爸，温迪又口出狂言，挑战中国老大爷，跟我爸说，我们那里都是很注意这个强身健体的，但是我看北京好像很少看见那种就是练得很好的人。我爸说有的是。温迪说怎么可能？我路过健身房，练得一般。我爸说你路错地方。于是我爸给他带到了一个公园。我爸说温迪，这些苗子都是哥哥。温迪一看，这哪是哥哥，这是哥哥屋啊，哥哥屋啊。我说温迪，我们也在乎身体，就是练的方式跟你们不一样。拿铁将来也是要进哥哥屋的，基础都打好了，喝了大半年多能运会，体质杠杠的。说到这儿还有个丢人的事儿，我上次去合肥出差，拿铁把奶粉干空罐了，我以为我在合肥跟我在沈阳似的，我以为自己挺火呢。这都能运会大品牌，富含天然 OPO， 我知道，我儿子一身腱子肉，我拿它给拿铁冲半年了。奶粉就是冲奶粉的，不可以冲咖啡。距离温迪第一次邂逅公园老苗子已经很久了，但每在任何地方看见苗子，温迪依然觉得唏嘘。晚上给他加拿大俩女儿打电话还说呢，我知道咱们为什么不是体育强国了，咱们的撸铁重点是去哪儿撸，他们的撸铁重点是哪儿有铁，哪里有铁哪里就有哥哥，没有科技全是狠活，咱们肌肉疼喷喷雾，他们肌肉疼创大树。咱们的运动员练完了得等爸爸来接回家去喂饭，他们的运动员练完了刷着老年卡接孙子去学珠心算，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？拿铁大小在北京。